大家好，这里是李玉阳。这期视频呢，我们来聊一聊震惊巨魔这是呢我认为最灵活，有很多搭配组合的一费强化。它呢不像前面的女刀锋和斯特普刀锋之舞和战敌医生呢，在我的理解里呢，就是有最好的强势搭配。但是呢，震惊巨魔不一样，震惊巨魔呢可以嫖很多东西当 C 位。像我近期玩的这些震惊巨魔来说呢，每一把都可以整点不一样的搭配。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灵活呢？因为它不像女刀锋必定吃3蓝发，不像斯特普必定吃2直发。我觉得对于斗士来说呢，血量太厚了，那么这个极客开不开都没什么关系。之前的2期有人说你这个女刀锋没高蓝发没实力呀，你这个斯特普没高直发没实力呀。应该到巨魔应该没有人会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高极客没实力吧。我的理解里面的呢，巨魔就是指刚需6斗士。你抽巨魔的时候呢，什么东西抽得多，又能当一个可靠的物理系后排，我觉得就不错。为什么我会强调是物理系的？还是一样的，我为了保证前面我的装备有效率输出呢有质量，那么我就希望我的阵容是同一种伤害类型。当然很多人说同一种伤害类型怎么消化装备呢？那这就是我的2级策略了嘛。我在消化不了装备的时候呢，我才会考虑去消化另一种属性的装备如果一开始就下意识做伤害管理的话呢，其实这种情况不会很容易发生的。我为什么要强调我要一种伤害类型因为一开始就奔着全队一种伤害类型打的阵容，上限就是比2种伤害的更高，因为你的装备效率就是更高呀。打个比方你有青羽，那你提升的是2个人的伤害，而不是同一个人。再比如说对手做防甲龙牙狂徒，那对你来说他就少一件装备。所以在我可以有的选的情况下呢，我为什么要去选2种伤害呢？而且我的打法大多数对局呢，我都是血量倒数的，对吧？我很难烂装备的。所以呢，在上一期我不看好的麦迪，在这一期里面呢，我是看好的。你可以用这张卡带物理装备过渡，后面呢换一些更可靠的 C 位也可以比如飞机女警杰斯当然呢，3费里面船长也很不错，有2极客2双行。不过船长很难抽，而且2星船长始终是要换的，除非呢你是3星的。小炮呢和安倍萨强在哪呢？有外交官对吧？小炮呢有攻速，3星牌多的阵容呢上小炮都是不差的。安倍萨呢有双抗，有外交官不对，安倍萨有双抗，相当于一个2哨兵，一般情况下都是比2哨兵更好因为抗性对于斗士来讲那是顶级提升，对吧？你没有飞机呢，你可以用兰博，兰博呢又是极客，又有机会开哨兵，甚至兰博都可以自己 C， 而且哨兵绝对是关键羁绊，凯特琳天然就有执法，杰斯天然是2双行，对吧？所以呢，在我说完这么多搭配之后，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我说震惊巨魔是最灵活的。这个阵容就只刚需6个斗士，你随便嫖什么有质量都是成立的。装备方面呢，银血双泰坦或者旧泰坦双吸我自己呢就是更喜欢银血双泰坦，反正银血泰坦是一定要的，第3件泰坦或者正义都可以。当然呢，在少数情况下，如果能开出神器来，如果你有神器的话，那么阳刀就是好的。巨魔带这些都是可以玩的，就和梦魇的道理是一样的也很厉害。前排装备这个阵容我对你推荐的就是救赎龙牙，因为斗士前排带救赎龙牙肯定是好的，后排呢找个神秘高手带破甲弓，物理装备一套拉满海克斯方面列队强力重击灵魂连接彩色的全部都是越打越快刀也是能玩的。不可撼动之物光明重构器。异变方面呢，吸血习性胃饼干最后机会3星升4星还有很多好东西。阵容构筑上呢就6个斗士，后面首先看你想玩什么后排，对吧？你得看你想玩什么再玩什么嘛，对吧？肯定玩游戏要开心的嘛，你玩什么不喜欢的肯定就没意思，对吧？比如你这把老鼠多呢，你又喜欢老鼠，你是个老鼠爱好者，那可不可以上呢？我觉得也可以对吧？后面升9换2星女警也不是不行。我自己比较喜欢什么呢？就是小炮飞机常规一点，或者安倍萨带个质量卡。9级的话呢就更简单，对吧？什么5费卡有质量又有强度又可以带装备，那就上什么。2星女警2星杰斯2星兰博，主打一个有什么就玩什么。如果能抽到6费卡那就更好了，对吧？所以呢，玩震惊巨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公式。这个阵容它就没有公式，只要节奏安排的到位，震惊巨魔想吃分是很容易的，这很难不吃分，甚至可以说不仅仅是体现在它的海克斯强度上，也体现在阵容的灵活性上。你出的阵容只有一条路走，抽不到那就死了，对吧？
巨魔的路呢越走越宽，如此一条路还有下一条路，道路千万条，条条通往巨魔家。感谢大家收看，关注支持我的人呢，我祝你原地发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拜。